灰切白加黑，自己的健康在那段时间其实也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。我们一来就被关小黑屋。百度 APP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明星请回答，你敢问，我敢答。我们开始吧。郑晓龙导演认为你的形象很符合藏海这个角色，你觉得藏海是白切黑还是黑切白？可能是灰切白加黑，因为我觉得藏海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，因为他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。从一个很健全、很健康、很美好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起来的小孩，然后突然遭遇了灭门惨案，使他不得不走上了复仇的这样的一条道路。藏海身负灭门之仇，有非常完整的成长线与蜕变线，这种内核转换会让角色更难塑造。这次在角色塑造上有没有一些难度？当然有，当然有。我觉得很多的时候，其实藏海是在骗人，但是呢，他要让他的对手相信他说的是真话。郑导给了我一个建议，他是说实话骗人，骗过自己，然后让别人相信你说的话。这次和导演郑晓龙合作的契机是什么？很早，大概是追溯到2-3年前了，因为《藏海传》的剧本。然后，所以大家就先见面，然后建立了联系。我当时看了，我就被这个复杂的人物，然后以及紧凑的剧情给吸引。有观众评价你是细节控，《藏海传》有没有让你反复打磨到崩溃的戏？有一场戏，其实是在我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喜欢，大概会在第7集的时候出现。他走出了那个断龙石的那场戏，我认为是《藏海传》很重要的一场戏，也是对于藏海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一场戏。在拍的时候，到了现场，其实词已经非常的熟悉了，更多的是去做一些心理建设。我从墓室走到这个台前，我走了多远？温度是什么样子？湿度是什么样子？我人物的疲惫状态是什么样子？他这个时候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？期待！我也很期待到时候播出来会怎么样。听说《藏海传》剧组下班后还会继续锻炼，甚至把健身器材带进剧组。对，我进组的话，我都会带很多的器械，因为我觉得说一个好的身体，然后才能支撑你走完这样一个高强度的拍摄。所以在藏海的时候，其实台词量很大，工作量也很大。然后难度其实也很大，再加上我们每天都是在棚里面拍，我们一来就被关小黑屋，就关在那个墓道里面，因为我们自己搭的墓道里面。当然对于演员来说，我觉得是挺好的，非常的有代入感。但是对于肖战本人来说，就会有一点不舒适感，会有一点压抑。对，然后你经常会忘记外面的时间，然后再加上可能粉尘的问题，所以自己的健康在那段时间其实也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。现在回过头看，健身锻炼越发的重要。有没有一些好上手的健身项目可以安利给职场打工人们？工位上其实就是做一些卷腹啊什么的就可以。接下来是快问快答环节，问一个问题，你要立刻给出回应。OK。藏海是什么动物素？狐狸。最喜欢藏海的哪套皮肤？官服吧。作为肖战，想要对藏海说什么？睡个好觉。最后用一句话再给大家安利一下《藏海传》吧。《藏海传》里面不仅有复仇、朝堂，还有堪舆探险这些诸多的元素，还有藏海在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网里面不停的游走。想看一介布衣如何在蛰伏10年之后重返京城复仇的吗？一定要看《藏海传》。